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这一集的韦恩有话说。今天想要来谈一谈关于现在社会上的一个政策上面的主题。其实现在社会上面有很多跟性别有关的一些议题或一些法案，都陆陆续续的在被提出，在被讨论。而这些议题的讨论，好多时候其实我们自己都没有那么的清楚，甚至我们的媒体也不见得有做报道。所以今天我也希望就一些跟性别有关的一些议题，特别是正在进行的一些法案或制度的推动上面，来探讨一些韦恩的观点跟看法。而今天韦恩要探讨的这个观点就是，我的私领域也要性别友善吗？讲到私领域，我不知道各位会觉得哪些空间或哪些地方是属于自己的私领域哦。这些年在探讨性别平等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议题被提出来，在这个社会上面被讨论。这一件事情也的确是政府在政策的执行上面已经在落实的一件事情，就是性别友善厕所。我不知道各位今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到一些地方要使用公共厕所的时候，会开始发现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性别友善厕所。有些会在外面说明这厕所是一个不分性别、友善各种性别的一个厕所。我今天要探讨的是，厕所是不是属于一个人的私领域？是。今天性别友善的这样的一个议题要开始进入到一些属于私领域的范畴的时候，到底你友善的这个性别指的是什么？性别友善厕所其实一直到现在多多少少都还是社会上面的一些争议。为什么？因为性别友善厕所它设立的一个目的是希望能够让一些有跨性别议题的这些朋友们，他在使用厕所这个私领域的事情设施使用上面他可以更自在。可是我们也会听到有一些反对性别友善厕所的人会站出来讲说，其实这个对女性的权益是一个很大的危害，因为你没有办法有效的去防止有心人士透过假冒跨性别的身份进到厕所里面做偷拍、偷窥甚至猥亵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觉得这两方的立场都有他们合理的地方。在国外，性别友善的政策甚至上升到有一些是更私密的环境，像是 SPA、更衣室，这一些的确会有机会将衣服脱掉，裸露裸体的一些所谓女性的专属空间，你也必须性别友善，你也必须允许所谓的跨性别女性能够使用这样的空间，你也不能够拒绝对跨性别女性提供这些服务。而这些空间里面其实关系到所谓的私领域的问题，还有包括你在给予一个跨性别女性服务的时候，这一个生理的女性的当事人，她对于一个没有移除器官的一个跨性别女性，她会有什么样子在心理上面的一个威胁或者是不安、不舒服？我觉得这些事情的发生都让我们更需要去思考，到底这个性别友善的推动是要推动什么样子的友善？我现在是一个父亲我个人会觉得性别友善厕所是可以被讨论。为什么？就现实的层面来看男性跟女性在使用厕所的方式上面是很不一样的。男性绝大多数在小便的时候所使用的就是小便斗，在所谓的独立空间的使用上面的频率，相对于女性而言就少很多。在少很多的情况下，这个独立的空间空在那个地方，也的确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所以我们在探讨性别友善的时候，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就是我们如何可以让男性没有在使用这个马桶空间的时候，可以在安全而且在女性受到保护的情况下来探讨，怎么让这个空间的使用可以变得更活化、更有弹性。而且有一个族群的人是非常需要有所谓的性别友善概念的，这个族群的人其实就是有孩子的父母亲，有孩子的家庭。这个很实际的问题就在于，今天我的孩子如果是女儿，
当他到了一定的岁数，已经有一定的认知能力的时候，如果今天我单独带这个女儿出门，她需要去使用厕所的时候，我身为一个男性，我应该带她去男厕，还是我应该带她去女厕？这个其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性别友善议题。前一阵子我带孩子去公园玩的时候，我也在公园看到了性别友善厕所的存在。它外面也写了一句话，让我会觉得，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推动性别友善厕所，我可以接受。他写的这句话就是说，他希望能够让带着女儿的爸爸或陪着行动不便爷爷的女看护，能够更自在的使用厕所。我觉得这个角度其实是一个很值得被探讨的地方，因为我太太她好几次带儿子出去，我们的儿子现在已经要6岁了，他就面对到一个问题，那儿子要上厕所的时候，应该是要带他去男厕还是去女厕？虽然我儿子已经可以自己上厕所，可是毕竟他还是一个孩子，让他单独的去公共厕所里面，我太太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担心。那怎么办？性别友善厕所，如果我们用这一个角度去探讨，其实它是合适被沟通的。在公园啊、公家单位啊、外面开放的厕所空间，它是一个所谓的公共领域里面的私领域。那怎么样在这个公共领域的私领域当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以至于像这种家庭或有需要看护的需求者，能够很自在的去使用厕所空间，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被讨论。可是，如果今天在所有的私领域都要这样子做开放，那我会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这个关系到人本身的安全感，以及人对这个社会的信任，对人的信任。信任是需要被建立的，信任也是可以在教育的环境，在社会的发展的脉络当中逐渐被建构出来的。可是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国家在推动所谓一些私领域，像刚刚所提到的 SPA 啊，或者是女性的更衣的空间，也开放让特别是没有进行手术的跨性别女性，也同样开放她们使用的时候，对于女性而言，她内在所呈现的威胁感、恐惧感，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歧视。我也不认为这是一种需要去被教育说你就是有这样子不合理的信念、不合时代的信念，所以你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事情。今天不论你是男性或女性，你都一定有被异性别者错待或冒犯的经验，而这个冒犯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我今天透过法案或透过社会的规范教育就能够去改变的，因为有一些伤害是很深刻的，有一些伤害是很真实的。如果今天我们要尊重一个主观认定自己是男是女的这样的一个跨性别者，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尊重我们每一个人在主观感受上面的确也存在着害怕、恐惧、威胁？真正要去探讨这样的议题的时候，这个角度我们是不是也把它思考进去了？性别友善是一件值得被讨论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呈现自己的面貌，还有每一种性别的人，其实都应该被友善的对待。台湾在讨论育儿环境，妈妈、孩子要怎么被对待，这也是一个探讨性别友善的议题。因为育儿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不管今天是男性育儿或女性育儿，在环境上面所碰到的一个落差，对于性别期待的落差，它是一个性别友善的议题。我也要在这里做一个声明哦。我所认识的很多的跨性别者，他真的是很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他所期待的那一个性别的样子，所以他在打扮上，他在呈现上面，也的确不容易让他人对他在使用他所认为的这一个厕所上面有太多的困惑。而我所认识的这些跨性别者，的确不是带着犯罪的心态来做这样的打扮。
他不是为了要进去厕所偷拍偷窥。为什么我觉得性别的友善的这一个议题是值得被探讨？其实当我们在谈性别友善的时候，我们在谈的性别友善是所谓私领域的性别友善，还是对于不同的人他在性别多样性的一个呈现上面的友善？我觉得这个是有差别的。如果今天我们在谈的是一个人在性别多样性上面的友善，那这个的确是自我需要去厘清跟自我需要去突破的一些点。我举一个很多年前的例子，很多年前我有一个机会搭飞机从阿姆斯特丹转机去瑞士，那个时候我搭荷兰皇家航空的飞机。那我们的印象中，荷兰人的身高不管男女都是高于整个世界的平均值，而且他的身材相对是比较壮硕的。而那一次我搭荷兰皇家航空的时候，我真的有机会看到荷兰的女性空服员的身材比我壮硕多了，她就是一个生理女性。为什么我要谈这一个？因为身在台湾，我们很难得有机会见到这样子的身形的女性在台湾出现。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使用厕所的时候，一个台湾的女性看到一个国外荷兰或是欧洲这种身材比较壮硕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进入到女性厕所的时候，会不会有时候会愣一下？如果她特别又不是一个长发的打扮，是一个相对比较中性或比较利落的这样的打扮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点这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种国家不同样貌的男性女性都有机会在台湾碰到，只是因为我们的环境不是一直有这样的女性或这种样子的男性女性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并不熟悉。那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她是不是女性？她就是一个女性，她就是一个生理的女性，只是她的体格、她的外貌、她的身高，因为她的人种而带给台湾人不一样的体会。这样子，我们需要去重新去认知到说，我们女性的形象不是只有台湾女性的形象，也有这样子体格的女性的存在。同样的，男性也是。有没有相对感觉讲话比较细致、比较温柔的男性？我之前有机会去越南的时候，他们的语言还有他们的呈现方式，的确让我不是生活在那里的男性，有时候会有一点对于男性形象的落差。但这不会因为这个落差或这样的一个差异，就否定了这些人不是生理的男性。性别友善，我觉得在这一个点。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探讨。我刚刚所提到的育儿这件事情，或女看护带着老爷爷要去使用厕所啊，爸爸要带着女儿去使用厕所，妈妈要带着儿子去使用厕所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来讨论性别友善。可是跨性别这个议题难就难在一件事情是，在国外也的确真实的发生了有人有意透过假扮跨性别者的身份，进入到女性的私领域、私密空间去偷拍、去性骚甚至是性侵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产生。那我必须要站在保守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一个状态所带出来的，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性别友善要扩及到私领域的范围里的时候，这一个风险，政府也好，开放空间的这一个单位也好，甚至是我们的社会也好，是不是能够被接受的？是不是能够去承担的？我觉得这个才是需要去讨论的。我们不能因为说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风险的时候，就为我贴上了一个恐跨，为我贴上了一个否定跨性别者的一个标签。我在这里也要很慎重的表达说，请不要贴这样的标签在我的身上，因为我不是一个恐跨的人，而没有人有资格贴我是一个恐跨的人。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所谈的这件事情不叫做恐跨，我所谈的这件事情，真正在谈的是一个它带有潜在犯罪意图可能性的一个政策。而这样的一件事情，在许多已经开放这样政策的国家都已经发生了。
而这样的发生，甚至让被害者都必须承担他在歧视这个加害人的一个罪名，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去称呼这一个伤害他的这一个当事人，而这个伤害他的当事人的确使用了他没有被移除的生理器官，造成了这一个生理女性的伤害，或造成了这一个生理性别认同者的伤害。这一个才是我们在探讨所谓私领域的性别平等的过程里面需要去很严肃对待的。我们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挂上一个性别平等的目标之后就什么都做，我并不这么认同。因为有些人有犯罪意图的人，他的确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去做他想要犯罪的事情。尊重一个人生理性别可以有多样性的呈现，跟一些私领域的空间也要追求性别友善、性别平等的，这两件事情是不可以放在一起看的，因为它是两个不一样的议题。一个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独特，性别多样性的呈现关系到的是一个人作为男性、作为女性，如何尊重一个人在性别多样性上的独特，是对这一个个体的尊重，对这一个个体的欣赏，对这一个个体的包容。这一个是现在的社会我们可以更加去开放，也可以更加的去理解的。就像我说的，每一个性别，男性或女性都可以有它不一样呈现自己的样子，但是私领域的性别友善、性别平等，要开放到一个人可以单就主观的认知，就可以进入到一个私领域的空间做使用，那就不只是一个性别友善的问题了，那是一个会上升到人的权益被侵害，一个会牵扯到人可能会被侵犯的威胁的一个议题了。这两个议题如果要把它放在一起讨论，它是没有答案的，它是不可能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解决方式的。而站在我的立场，私领域的性别友善，私领域的性别平等，它仍然必须建构在生理性别的差异上。很抱歉，我必须要提一个事实。身为一个男性，我今天再怎么像一个女性，我今天再怎么样子让自己成为一个女性的样子，我都不能够否认，我里面当有性的冲动的时候，会带给我什么样子潜在的影响力，会带给别人一些什么样子潜在的风险。如果再更严重一点，成长过程里面受到很多性的暴力、性的伤害、性的猥亵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他在里面一直没有被处理，一直被压抑的情况下，今天我再怎么看自己是一个女性，我再怎么让自己做一个女性的打扮，我进到了女性的空间里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这一个人在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上面被压抑到了一个临界点而爆发的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没有人知道，我连自己都不见得能够知道。今天连在使用相同性别的空间的里面都有可能造成所谓的性骚性侵呢，更何况你在一个异性别的空间里面，那样子所带给一个人的感受上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没有人可以预测，我们没有人可以说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空间里发生这样的事，我就把他当成跟我一样性别的人就好了。我觉得这不是那么单纯的，不要忘了你是个人，你是个有感觉，我是个有感觉，你是个有想法，我是个有想法，你是个有认知，我是个有认知的人。我的认知，我的感受既然要被尊重，那为什么我不能够
得到一个安全的私领域空间来使用的权益。当我们在谈这个私领域的性别友善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台湾已经在政策上面开始落实所谓的性别友善厕所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了。如果你有机会去到一些公家的单位、公部门的单位，或是一些公私立的学校，甚至是一些公园的厕所，你都会开始看到有很多标示写着性别友善厕所的地方。性别友善厕所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它也的的确确的成为一个政府正在落实的一个政策。那政府能不能允许人民去质疑，或者是去提出性别友善厕所造成的风险，以及政府要如何来防治这个可能风险的发生？而不是只有单方面说我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符合社会或时代潮流的一件事情，我就做了。那许多没有讲出声音来的人，他们的意见是不是就此被抹灭？许多担心的被偷窥，担心有这样风险的人，那他们的担心就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社会应该去消弭的问题呢？我在录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台湾正发生了一些医美诊所偷录影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女性对于自己有一些担忧顾虑，偷拍的发生也带给社会大众很多的担忧，因为我的身体是我的，偷拍了你会放到什么地方去？别人怎么去看我的身体或我这一个人？这是一个我非常在意的事情。而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是不是有需要这么的急迫，这么的先进？我们的政策是不是也能够好好的思考已经在推行这些政策的国家所发生的一些事实，成为我们在推动政策的时候的一个参考？我觉得这个才应该是我们在推动性别平等、性别友善的时候更应该去注意的。多元性别者，也就是性别少数的这些认同者的权益，这些认同者他们需要被尊重，这是当然的。可是我们要在怎么尊重的过程当中，让所有人都能够一起被尊重，而不是只为了尊重某一个群体，却忽略了另外一个群体的需要。我想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讨论性别平等的时候，已经被忽略的事实，已经被遗忘的事实。而现在是我们应该把这个事实呈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在这个性别平等的讨论当中，让更多过去没有说话的人的声音可以被呈现出来的时候，这样子这个社会的性别平等、性别友善的概念才能趋于一致，才能够趋向共识。我们的性别平等的推动，我们性别友善的推动，才能够真正成为社会的共识，才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前进的指标，而不是什么事情都先做了再说。可是当你先做了，很多事情发生了，你有没有能力去承担？我们的社会有没有能力去承担？我们社会有没有能力去回应？我想这是我在做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很严肃的希望让观众朋友可以去知道的。我认同性别友善空间要被讨论，我认同性别友善这一件事情是需要被社会所认知的。但是对于这个性别友善的性别指的是什么，我反而会更加的觉得社会需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找到一个共识点，找到一个可以共同探讨的一个原则，我们才有办法继续往性别平等或性别友善要怎么呈现的这条路来迈进。如果今天我们对性别的定义，我们对于到底我们要推动性别平等或性别友善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对于那个定义都没有办法有共识的话，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讨论性别平等，我们没有办法讨论性别友善，甚至会因为我们在讨论性别平等、性别友善的这个过程当中，让这些所谓的多元性别者也好，或者是生理性别男女的认同者也好，都一起受到
不必要的伤害，受到不必要的冒犯。我想这会是我们社会所期待，应该要被看见。好的，今天的节目分享到这个地方，我相信这个议题还有更多可以去探讨的空间。那时间的关系，我也就在这个地方告一段落。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再继续针对这个议题做出更多的探讨？或许有机会。如果你想听听看，或你想知道更多在这个所谓推动性别平等、性别友善的这一个议题当中，韦恩有什么看法的话，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下你宝贵的意见。你对韦恩今天的分享有一些什么想法，也欢迎你可以留言让韦恩知道。如果你对公开的留言会觉得有点害羞不好意思，韦恩也有一个 LINE 的官方账号，欢迎你可以加入韦恩 LINE 的官方账号，透过私讯的方式来跟韦恩互动。谢谢大家的收看，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大家在思考性别议题的时候能有不同观点的想法。我们下次见，拜拜。